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多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8季第15集。今天抢沙发又出幺蛾子，那幅日日悬挂后墙的帆船画不见了。小新觉得可能是被别的动画给偷走了。辛巴一听，那还得了，几步就跨到旁边南方公园的片场，完全没听见小新之后说，也有可能是他挂在网上给卖了。辛巴刚一过去，就气势汹汹地问人家：“是你们偷走了我的画吗？”被质问的4个男孩怒不可遏，持续输出。可惜辛巴一句也没听懂。接着他又到了加州葡萄干的片场，此时葡萄干们正在开沙滩演唱会，人家正唱到高潮部分，就听见辛巴在喝倒彩，葡萄干冲上去就要跟他打架，可惜他们的战斗力根本不够辛巴看。最后他来到了机器肉鸡的片场，看到自己的画正悬挂在房间中央，也不等那宅男把话说完，就拿着画跑掉了。等辛巴回家时，墙上已经挂上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，辛巴看看他又看看画，只想舌灿莲花。难得兄妹俩一起录视频，辛小妹谈起了和哥哥的相处之道，确实他们非常合不来，但自从那件事情后，两人勉强能维持表面的平静。故事开始于史上最炎热的夏天，那时镇长降低了安全标准，向人们开放了被污染已久的春田海湾。虽说这海水腐蚀性极强，但也没能阻挡大家去海滩游玩的心。兄妹俩在沙滩上堆了个人像，为了增添趣味，小新还将头顶连通鼻腔，然后往下扔了一坨海草，从鼻孔直达辛巴的头顶。这副糗样让辛巴被好一通嘲笑，这让兄妹俩觉得有意思极了。之后全家人又去逛了防晒店，小新在店里找到了一张霸气的纹身，坏到骨子里，那不就是他本尊吗？而辛小妹找到了一顶帽子，戴上之后，她立刻感觉拥有了彩虹的力量，轻轻释放，万事万物都按照她的意志自由变换，从没有一顶帽子像这顶那样适合她。买下之后，她时时刻刻戴在头上。小新也将那代表凶狠的纹身贴在了手臂上，然后就兴冲冲跳进海里玩耍。没想到刚下水，手臂的纹身就自然脱落了。更让人难受的是，她被旁边的男人捡到了，然后贴在了自己的手臂上。小新难过极了，可也毫无办法。辛巴被沙滩上的排球吸引了目光，正经看球也就罢了，更让他感兴趣的是那些美女。辛巴见了自然不高兴，就拉着他去看国际象棋。辛巴见白胡子要输，就提醒他别那样走，白胡子不听，结果果然输掉了。对方赢了之后就走了，白胡子就让辛巴陪他。他本以为辛巴是个菜鸟，就说赌钱，不料却是个大佬，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孩子们都惊呆了，自己这笨蛋老爹还会下棋，这世界也太魔幻了吧。其实这都得益于辛巴之前总跟老辛普森下棋，不过他现在不想跟人谈论这个话题。在沙滩边，兄妹俩偶遇了混混们，他们瞧见了辛小妹的帽子，好好夸赞了一番。小新也想让混混们夸赞自己很坏，可惜那纹身弄丢了，他没有可证明的东西。回家的路上，辛小妹睡着了，帽子落在了小新的身上。趁着老爸停车买汉堡，他把帽子扔进了旁边的栅栏，不为别的，他只是想证明自己很坏。晚上，小新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睁开眼竟看到一个和自己长得很像的幽灵，他自称是小新的愧疚感。另一边，辛小妹习惯性的摸了一下头顶，没摸到帽子后立刻惊醒了，房间里没看到，他又去爸爸的车上搜寻，可这里除了辛爸吃剩的快餐垃圾别无他物。辛小妹又来到警局，可那些失物招领也没有她的帽子，她就想着能再买一个一模一样的也好，可是很遗憾，那种帽子已经卖完了。再说小新，他本不想在意床头那幽灵，可他一直阴魂不散，而且好像在越变越可怕，你越不知悔改，我就会变得越大。另一边，辛爸正在教妻子下棋，解锁丈夫的新技能后，辛妈觉得他更有魅力了。就在夫妻俩情难自禁开始亲热时，辛小妹突然打破了这美妙的二人世界。我找不到洋洋了，这是他心爱的帽子的名字，很可惜辛爸辛妈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次日，辛小妹还在为此郁郁寡欢。见小新来了，辛妈就顺口问他见过没有。小新自然不敢说实话，只说都不知道辛小妹还有顶帽子。看哥哥如此不关注自己，辛小妹很生气，说那是她最喜欢的帽子，爱她超过所有女孩对帽子的感情。自那之后，愧疚感跟着小新如影随形，就算是看动画片的时候，他也能让小新笑不出来。天天被愧疚感折磨，小新难以忍受。终于在某天晚上，他叫醒了辛小妹，把丢掉帽子的事全数交代了。不过其实他现在仍旧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妹妹造成的伤害，告诉他只是想求得原谅，摆脱愧疚感。辛小妹见他还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，就说希望他的罪恶感变得越来越大，而且不论他怎样试着去美化他，他依旧会是他所能想象到的最丑恶的事。只见那巨大的罪恶感变成了一本巨大的5年级数学，吓得小新直接崩溃的大叫了起来。这样下去可不太妙，于是小新展开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，他把自己所能给的全都送给了辛小妹，可他全都拒绝了，这是治愈不了的伤痛。自从上次的致歉被悉数退回，小新决定去找回那顶帽子给妹妹道歉。他的运气不错，那顶黄色帽子还安安稳稳躺在废车里。然而下一刻，那辆车子
子就被压成了方块。如何在不移动方块的情况下取出帽子，这是一个难题。小新想到了寻求上帝的帮助，这所谓的帮助就是依靠罗德和托德的信念。这虔诚教徒就是不一样，靠许愿就能升起方块，然而只是升起来并无实际作用。阴差阳错之下，小新碰到了饮料，没想到这液体腐蚀效果这么强，直接烧了个洞。小新把饮料装进了充气游泳池，然后依靠信仰的力量把方块弄到了游泳池中。很好，通过这饮料的腐蚀性，他成功得到了帽子。拿到帽子后，小新迫不及待找到了妹妹。然而此时的辛小妹已经不再想要这顶帽子了，她说伤口无法愈合，还让小新好好对待小新。小新见她态度坚决，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放下帽子就打算离开。原来在辛小妹身边也有个小恶魔，不停告诉她小新只是在示好。小新本以为他们兄妹的感情就到此为止了，没想到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了辛小妹的哭声。其实她并没有哭，她已经原谅了小新，有了好帽子，一切皆有可能。真正的原谅化解了深深的愧疚，现在小新的愧疚感该说再见了。正当兄妹俩紧紧相拥之时，辛爸恰巧路过，就顺嘴问了一句，得知他们和好了，就忍不住夸赞自己道：我不在的时候也是有影响力的好家长啊。要说他这段时间的经历，就不得不说到象棋了。自从他觉醒这项技能后，就连在酒吧里也不停和人下棋。老谋子见他这么能耐，就问他是如何习得这好棋艺的。于是辛爸就把和父亲下棋的事告诉了他。辛爸倒没觉得这是件有趣的事，因为后来他发现棋子并不是甘草堂做的。那时母亲离开了，父亲每天都要和他下棋，并且父亲总是赢，赢了之后就会笑得特别恐怖。终于在某天，小辛爸没忍住，找了住在附近的国际象棋大师。大师亲切有耐心，有毫不藏私，专心教他，所以他每天都去。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后，辛爸最终学有所成，然后就回到家里和父亲下了一局。这次他赢了，不料却因此受到了父亲的斥责，说辛爸的进步把一切的美好都毁掉了，而且还说这屋子不许再下棋了。父子之间的游戏就这样从国际象棋变成了辛爸在沙发上发呆，老辛普森在一旁喝酒。这确实是一段很悲伤沉重的过往，但辛爸自问没受到什么影响，就是忍不住想吃点硬币。辛爸现在彻底成了象棋迷，甚至将棋局都摆进了保龄球场。这天，老谋子找到了正在下棋的辛爸，说查明了他擅长下棋的原因，下棋代表了你想杀了你父亲的渴望。这荒谬的理由让辛爸吓了一跳，他立刻离开棋局，表示要去打保龄球了。不料老谋子的话已经刻在了他的脑子里，他现在看那些球评已然变成了老爹的模样，最后你会变得穷困潦倒的，我会起诉的，我付不起共付医药费。看着倒地不起的老爸的头，辛巴震惊了。回到家后，辛巴烧掉了所有的棋子。在他完全放弃这项爱好之前，辛妈抱着电脑阻止了他，希望他能和一个略懂象棋的人沟通一下。这人是世界象棋冠军马格纳斯·卡尔森。他认为辛巴不应该从象棋世界中逃跑，并且还告诉他要找到内心的真实感受，需要他和父亲完成最后的棋局。辛巴听取了象棋冠军的意见，去养老院找到了老辛普森下棋。得知自己还会下棋后，这老家伙还挺惊讶。不过这次他没有拒绝，这场父子局正式拉开帷幕。他们的象棋比赛围观的人极多，老谋子酒吧现场直播，还附带有马格纳斯的解说。随着时间不断流逝，这场比赛也逐渐接近尾声。后末胜利在望，他只要吃掉爷爷的马。老辛普森显然也看出了自己快输了，开始犹豫不决。辛巴看着父亲的窘境，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一个问题：父亲难道不比胜利更重要吗？他思考过后做出了认输的决定。爸，我想我爱你，你不能说你也爱我吗？得知儿子爱自己，老辛普森确实感觉美滋滋，不过想让他也说爱，辛巴还是太嫩了。得知兄妹俩和好后，辛巴转身就遇到了自己心底的恶魔。不过他可不像小新那样慌张，他身边有的是恶魔，可不差这一个。以上就是辛小妹回忆的全部内容啦。所以说小新还是有良心的，只不过因此他又被小胖子嘲笑了。一顶帽子连接着兄妹俩的感情，一盘棋局展露的是不可言说的爱。无论是小新不顾一切也要寻回帽子，还是辛爸为了父亲甘愿认输，都表明了爱不在于要为对方做多么伟大的事，而仅仅是能否真切的体察对方。当你爱一个人时，所思所想就不再只是为自己，不会只因自我满足而去伤害别人。虽说最终所有人都迎来了大团圆，但都说补伤也是疤，当初若能有所顾忌才是最好的疤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